先在改名机会之前，告诉大家一个科普啊，年轻人不知道叫什么罪呀？刑法上有个罪啊，比我年龄大的都知道，比我年龄小的未必知道。这个罪啊，在历史上只有社会主义阵营、中国、苏联这些东欧国家有。这个罪名啊，是刑事重罪，叫什么呢？叫偷听敌台罪。你是不是就觉得操什么偷听敌台？没错，就是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啊，不能翻墙，但是有收音机，这个短波呀，它是能够沿着地球转的，所以呢，短波收音机，哎，你家就能买到啊。收音机只要有短波波段的，你就能听到敌人的广播电台。我一说你就知道了，就跟今天的翻墙一模一样。那时候虽然不能翻墙，但是那时候能偷听境外的敌国的电台广播，所以偷听敌台罪是刑事重罪，最高死刑。嘿呀，真有人，就是你说老王，你这不是吓唬人是吧？真的也就是抓了批评教育，最多也就是关你个半年，吓吓，真有枪毙的。你今天百度搜索一下，枪毙的偷听敌台空格枪毙，你看看百度就可以。当时83年严打的时候，有一个红二代，是叫陈东平。陈东平他爹叫陈再道，陈再道是上将啊，他就被严打的时候也被枪毙了。这个陈东平，他那个枪毙他的这个罪名一条，就是偷听敌台。什么时候这个偷听敌台才从这个刑法上取消的呢？1997年，我大学毕业那年。到今天还不到30年，就这取消的。所以1997年以前啊，各位翻墙出来的，你们都叫偷听敌台，抓你们一点毛病都没有，甚至都可以枪毙你们啊！你们还给我写信，那就是有行动了，就要枪毙掉你们。所以偷听敌台，当时有4个台啊，4个台。第一，美国之音，中文广播啊，美国之音。第二，莫斯科广播电台啊，苏联的，也是敌人呐，跟苏联那时候也斗啊。第3个电台叫自由中国之声，哎，就台湾的中华民国自由中国之声。第4个叫 BBC 中文台 ，BBC 中文广播，就这4个。大部分人听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自由中国之声。当时我们家当时在宣化65军驻地，哪儿都能听见。我爸没事就弄个啪，我就听见了。当然他是拉着窗帘关着窗户，哎，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军第65集团军这么一个领导啊，这个军官每天听啊，他还挺上瘾的。我操，我怀疑所有的共军军官都在听。为什么？我说你我那时候小，他说你别出去说，那我说没问题。其实出去说没问题，因为他们部队啊，正规军还是挺松的，都鸡巴听。你看同袍啊，不像社会上那么斗的那么严重。我很小，我就听见这个，当时就是有个三家村夜话，是不是老人都知道吧？你知道我爸当时真偷听，我操！因为这个三家村夜话，我操！你说我小我就知道有三家村夜话，那个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三家村夜话。三家村夜话是什么呢？就是台湾呢找了一些说话像萧平同志，还有什么江青同志啊，还有或者说恩来同志，还有老毛啊何为贵，他们这些人啊，他妈的在三家村夜话这个节目里边互相假装是中国共产党这些领导，哎，这啊就是埋汰他们嘛，啊，就是好多黄色段子都是三家村夜话传过来的。好了，好像还有澳洲广播电台，没有那个扯淡啊，没人听澳洲广播电台，南半球的不掺和这事儿，也没加拿大广播电台，主要都是这几个超级大国，因为冷战嘛当时。所以什么福建、山东、广东，甚至包括河北、内蒙，打开收音机能听到啊，都是短波啊，半夜3更拉上窗帘啊。自由中国之声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自由中国之声最大的特点是女声，哎，它基本上都是女播音员，声音特别嗲。说什么呢？我给你们学学啊。共军弟兄们，中华民国欢迎反共义士早日脱离共匪，脱离赤匪的剥削与压迫。凡驾机投奔自由世界的官兵，
国府将奖励黄金2000两，官升3级。我操！以彰显反共意识的勇敢。我操！大陆对台湾也有广播啊，但是那个大陆也有对台湾广播，一样的，双方彼此，内容差不多。但是大陆大家知道，从1949年以后，大陆的女人啊都被老毛他妈的阉割了，都变成不爱红装爱武装了。那个年代啊，都是他妈海峡型的傻逼神经病，都是那叫真正的女权的时代啊。什么字正腔圆啊，一个一个都是他妈的，就是没有性欲，只有斗争欲的啊。所以呢，大陆的播音员呢就是特生硬啊，你就跟今天那朝鲜那个叫什么李春金红的思密达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妈台湾那个没人听啊，人家不一听这个太他妈恶心了。但是不是？但是这个国民党对自由中国对中国大陆那不一样，我操，都是那个嗲嗲的邓丽君的腔啊。那你想当兵这些小伙子血气方刚，这些解放军官兵，那你想想嘛，人之常情嘛，听惯了李春基那个伟大领袖毛主席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思密达，这听惯了这样的女人，再听那个我操共军官兵弟兄们，我操那个心呐都痒痒啊。看完了之后，估计听完了之后，估计就跟听了看毛片的效果是一样的。听完了之后，荷尔蒙爆棚，我操，鼻血都喷了。我跟你们不是开玩笑啊，就是我们家老爷子那也是个陆军，他是过不去。他要是空军，我估摸他也得飞过去，就这么大的吸引力。听着敌台打飞机，我估计我老爷子干这事儿，那不会告诉我的。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主播叫陈梦华。台湾自由中国广播电台有一个，哎呀，嗲声嗲气，叫陈梦华，人家普通话字正腔圆的，但是就是一个字嗲，媚到骨头里，天天喊共军弟兄们，我是陈梦华，然后欢迎收听自由中国之声。我告诉你，还真就有一个飞行员，大陆这边的解放军空军飞行员，真的天天听着他打手枪，天天听着他打飞机。这个飞行员呢叫刘成思啊，我不跟你讲故事啊，南星宇宙的历史其实都他妈是真事儿，更符合人性。叫刘成思，刘伯承的刘成，司令的司，刘成思就是因为陈梦华的声音，终于忍不住了，真把飞台湾去了啊！这一会儿我给你讲这过程，老鸡巴厉害了。到了台湾，给了黄金啊，给他高官，说你还有什么？我要见陈梦华。这是我操，真的，俩人真打炮了，就真的啊。所以当时台湾呢，这个电台我还记忆犹新。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，他那个对中国大陆广播，尤其是每天晚上天一黑，短波开始良好的工作。地球黑的时候，短波工作特别好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听他那个时间里边，比如说1小时的广播，他得有20分钟，他干这个事儿。比如说啊，我给你们学，一模一样啊。53825，二叔安好，无需挂念。63257，你姑妈病了，速回阴。73256，一切正常，按原计划办。9528，你以后不再叫华安。就全是这种东西，我操，完全听不懂。就是他一晚上他就念这个，念几十条上百条的念，先说一个数95282同志，然后再说一句好奇怪的话，你二叔病了。然后得的是妇科，这全是说的这个好奇怪的事儿，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？一听就是我问过啊，我问爸这是什么？我爸都是特务啊，下指令，行动暗号，这叫密语啊！我操！我说这他妈身边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啊！这家伙，浙江的72365同志啊，什么啊？他们也用同志啊，国民党那边也用这个词儿。感觉中国大陆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，你搁今天我都没弄明白到底是真的还是他妈的虚张声势呢？9528，我操你妈，就是他妈完全没有意义，就是哎呦显着我这儿人多，到底是真是假，到今天不知道。